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！超市偷嘢，我諗好多人都聽過啦。但係有冇諗過，有一個老人家喺大陸偷咗2隻雞蛋喎，超市啊！咁偷完雞蛋之後猝死咗，個仔竟然向超市索賠38萬咁多喎。到底點解呢？係乜嘢事呢？點解會係38萬呢？咁呢件事呢，就喺2020年6月13號，呢一個叫張明嘅男人同平時一樣啦，去父母屋企探老豆老母啦，然就有個電話打過嚟啊，原來就係張明個老豆阿老張呢，喺樓下嘅超市度暈咗啊，送咗去醫院度搶救啊，然後佢同阿媽就即刻去到醫院啦，結果一去到醫院就收到個老豆搶救無效死咗嘅消息啦。咁張明同佢阿媽咧係嚇親噶。咁過嚟嘅時候咧，已經喺路人嘅口入邊知道點解個老豆會突然之間暈倒。原來啊係個老豆啊偷偷地攞咗超市2隻雞蛋啊，然後就俾超市嘅工作人員斷正。爭執過程入邊，佢老豆咧就突發性心臟梗塞瞓咗地下，就變成今次嘅悲劇啦。咁個仔冇辦法接受啊，於是乎咧將間超市告上法院啦，要個超市賠自己38萬啊。咁最後法院點判呢？咁啊2020年6月13號下晝3點，阿老張咧同平時一樣啦，去到樓下嘅精品超市度買餸啦。首先咧去到家禽加速區啦，就攞咗一個膠袋執咗幾隻雞蛋，然後就去貨架中間行啦。突然之間呢，佢就好似唔知醒起啲乜嘢咁，就喺個膠袋度攞咗2隻雞蛋出嚟，左望右望，就將2隻蛋呢塞咗落自己個袋度啊！阿老張原本以為自己天衣無縫，冇人發現得到噶，但係估唔到啊！咁啱有一個叫羅紅霞嘅店員喺貨架另一邊過嚟啊！眼利嘅佢呢，就睇到老張嘅呢一系列咁犀利嘅操作啦。咁雖然佢係睇唔清楚阿老張塞咗啲乜嘢落自己個袋啦，但係呢，唔妨礙佢一直去睇住佢嘅。跟住阿老張喺超市度左轉右轉，然後打算去埋單啦。阿羅紅霞一睇呢，就即刻將自己嘅發現話俾店長周玉蘭知啊。周玉蘭一聽到有人喺店度偷嘢喎，咁邊得㗎？於是乎跟住阿羅紅霞一齊去到收銀台嗰度行過去啦。2個人去到櫃台之後啊，阿老張已經埋完單準備走㗎啦。羅紅霞一睇，即刻去到老張前邊同佢講，就阿師傅，你唔好走，你睇下係咪有嘢未埋單，唔該你俾埋錢先好再走啦。阿老張呢聽到之後即刻耷低頭啊，好似乜都聽唔到咁，繼續往外走啊。羅紅霞越嚟越急，即刻拉住老張隻手，繼續同佢講，阿師傅你冇走喎，係咪有嘢唔記得俾錢啊？咁老張見到自己走唔到啦，就好嬲啊，大聲喺度喝佢啊，就話我埋晒單啦，做咩唔俾我走啊？咁羅紅霞睇到面前嘅老張唔配合，但係呢，佢都好耐心同佢講，你睇下個袋係咪有啲乜嘢唔記得攞出嚟啦？咁你攞出嚟就埋單埋咗佢啦。咁阿老張呢，一聽到個店員啊提到自己個袋啊，袋度嘅嘢梗係唔攞得出嚟啦，偷2隻雞蛋啊嘛，俾人咁樣捉到斷正，個心又慌，然後又嬲，佢將隻右手插落個袋度，然後大大聲駁嘴，一直向外走啊，絲毫唔理個店員嘅質疑啊。羅紅霞一睇到老張要走，就即刻急急忙忙扯住佢件衫，老張想要揈開佢啦，但係都揈唔到啊！好快2個人嘅爭執呢，就俾超市其他嘅店員望到，顧客亦都喺度圍觀食花生啦。阿老張啊，見勢色唔對啊，就喺拉扯過程入邊靠近一個置物籃旁邊，用迅雷不及掩耳嘅手勢呢，就將個袋嘅雞蛋攞咗出嚟，掉咗落去置物箱嗰度啦。呢一系列嘅動作呢，佢係背住羅紅霞做嘅，所以羅紅霞就唔知道老張做嗰啲咁嘅行為啦。依然喺度拉住老張件衫，雖然個店員睇唔到啊，但係周圍嘅花生友就唔同啦，好眼利啊，大大聲喺度講啊，話雞蛋啊，有2隻雞蛋啊，個老嘢攞咗2隻雞蛋出嚟啊，仲以為係啲乜嘢添，咁跟住周圍開始起哄啦。
呢個老張呢，一見到人哋喺度話佢啊，情緒非常之激動啊，喺度出力想扯甩呢個羅紅霞，就一直向前行啦。結果行到去雪櫃嘅時候呢，就發生咗個突變喎。老張突然個心好痛啊，身體不受控制向前撲，佢試圖去捉住冰箱個柄啦，結果捉唔住啦，一嘢啊笪咗落地下。而周圍嘅聲音呢，亦都靜咗落嚟啊，就連個店員羅紅霞都嚇親啊，然後即刻反應到過嚟，先至打110、120，十幾分鐘之後，全部去到現場，將個阿伯呢抬咗上擔架嗰度，送去醫院接受治療啦。而張明同佢阿媽亦都收到人哋通知，即刻趕去醫院。於是乎，先有一開始嗰幕啊，兩母子一去到醫院就收到另一半同埋個老豆不治身亡嘅消息啊。張明仲話佢老豆係高知識分子啊，冇可能偷雞蛋噶，超市一定要為呢件事負責啊。老張死亡嘅事實其實已經無法改變噶啦。咁佢個仔呢，張明處理好老豆嘅後事之後，即刻去派出所，想要了解一下事情嘅發生經過。因為當時圍觀嘅人好多啦，所以一發生呢件事就好多人報咗警。而張明去到派出所，警察就同佢調咗當日嘅監控錄像，而張明睇住個監控畫面好震驚啊！其他細節乜都冇注意到，淨係睇到個老豆同個女店員喺度拉拉扯扯，似乎喺度爭論緊啲乜嘢。個老豆想走，個店員呢就夾硬扯住佢件衫唔俾佢走，於是乎個老豆就係咁樣瞓咗落地下，送咗去醫院啦。咁張明睇到呢一幕就覺得非常之嬲，佢認為啊係因為超市嘅員工對自己老豆拉拉扯扯唔俾佢走，先至導致到個老豆咁樣突發性心肌梗塞去世，所以超市員工同超市係有不可推卸嘅責任，必須要賠錢啦。至於超市員工咁，梗係話冤枉啦。張明佢表示啊，佢話呢個呢，你喺度推卸責任啊！我老豆冇可能偷你兩隻雞蛋㗎。張明嘅口氣聽落去實牙實齒咁，到底咩事呢？咁原來佢老豆老張啊係一個高知識分子嚟㗎，退休之前呢，喺一間企業做高級電工，個質素好高㗎。同時老張亦都係一間大學嘅外聘人員啊，平時又好清高，好受人敬重啊。退休之後啊，一個月退休金有成5000蚊咁多㗎。張明咁樣睇啊，佢覺得自己嘅老豆根本啊冇可能喺超市偷幾毫子嘅兩隻雞蛋，根本就冇必要啊。咁聽阿張明咁講呢，阿老張好似真係冇必要去偷雞蛋啊。咁但係超市就提出咗另一種講法啦，佢哋話人唔多唔少咧，都會有一啲貪小便宜嘅心理，係不分貧富貴賤嘅。老張可能就係呢一種人啦，但係佢個仔張明聽過之後咧，覺得超市係幫雙方揾台階落，反而更加嬲啊！佢氣急敗壞咁講啦，話絕對冇可能啊，打死都唔信佢老豆會做啲咁嘅嘢啊！雙方各執一詞嘅情況之下呢，警方就攞咗監控嚟睇，一幀一幀，逐版咁睇啊，然後又揾埋當時在場嘅顧客過嚟啊，最終呢，公安係確定到成件事嘅發生經過，就係因為老張偷偷地攞咗超市2個雞蛋，就俾超市嘅工作人員發現咗，然後甩唔到身啦。然後呢，個阿伯就急中生智，拉扯過程入邊呢，就靠近咗置物架，將自己偷偷地攞嘅雞蛋呢，就嗱嗱聲放翻去置物架嗰度。可能佢覺得自己所做嘅嘢神不知鬼不覺啊，亞洲第一快手咁啊，但係冇諗到啊，自己成個動作俾啲 cam 咧錄低晒啊，而且周圍嘅人亦都睇到。正當佢準備甩身嘅時候，就因為突發性嘅心肌梗塞即場去世啊！呢下子呢，成個事情嘅經過好完整啦。咁啊，老張死亡件事到底責任係邊個啊？超市方面就話自己嘅店員就制止小偷嘅行為本身冇錯㗎。咁不過老張確實喺自己間鋪頭度出事，所以超市願意賠張明2萬蚊當做和解啦。但係張明就話啦，眼見不一定為實啊，
佢老豆攞住超市呢兩個雞蛋，根本唔能夠算係偷，仲話自己係維權啊！咁到底係咩事呢？偷雞蛋同維權又有啲咩關係呢？咁原來啊，張明就話自己上一次去老豆老母屋企食飯嘅時候，就聽到個老豆咧喺廚房度係咁講，就話啲雞蛋爛嘅。然後張明就問佢咩事啦，佢老豆同佢講話自己係樓下超市買嘅雞蛋有一個壞嘅。當時又冇當一回事啦，一隻雞蛋啫，壞咪壞咯。但係而家睇翻啊，佢老豆一定因為呢個原因心入邊唔舒服啊。跟住老張個老婆咧，亦都係隔離幫口啊，就話係啊，我知啊，老張咁樣係維護自己嘅消費者權益啊，仲話雖然個方法係有問題啊，但係整體冇毛病啊。咁但係原來咧，阿老張就冇同兩母子講過話自己要去超市維權嘅。咁維權呢樣嘢咧，應該係佢兩個自己作出嚟，反正都冇證據可以證明到，除非阿老張喺棺材度跳翻出嚟答佢啦。不過點講都好啦，兩母子就係想叫超市賠錢啊。咁最後法院點樣判呢？面對呢兩母子所講嘅維權，超市負責人呢覺得匪夷所思啊。雞蛋呢樣嘢你唔打開嚟睇，根本就冇辦法知道佢有冇壞。超市之前唔係特登賣啲壞嘅蛋俾老張嘅。如果真係維權嘅話，幾十年老街坊啦，直接攞雞蛋過嚟咪得咯。我哋超市一定換噶，使唔使咁偷偷摸摸啊？雙方僵持不下嘅情況之下呢，就搞上法庭啦。阿張明就請律師向法院提起訴訟啊，就話到超市要對老張嘅死負大部分嘅責任，仲話要向死者家屬賠償38萬啊！超市啊覺得好冤枉啦，你嚟偷我個雞蛋，然後仲要告翻我轉頭，我都叫好心啦，攞2萬蚊人民幣俾你啊，竟然仲要走嚟告我啊！然後張明就巴閉啦，講咗3大理由出嚟啊，佢話第一，超市工作人員對自己阿爸大幅度拉扯，同自己個老豆造成一定程度嘅傷害啊。第二啊，超市工作人員喺大庭廣眾之下指責自己老豆偷嘢，傷害咗老豆自尊心，係佢老豆突發心肌梗塞嘅原因。第三，超市裏邊竟然冇配備專業嘅醫護人員啊，冇第一時間將個老豆送去醫院，令到個老豆錯過最佳治療時間，就係咁樣令到個老豆死亡啊！呢3條理由呢，超市負責人覺得係離譜至極啊！首先，工作人員係扯住佢老豆件衫，但係由始至終都係好溫和咁叫佢攞個袋度嘅嘢出嚟，根本就冇因為拉扯而傷害到佢。第二啦，工作人員都唔知道老張到底喺超市攞咗啲乜嘢，見到有人偷嘢上去截住佢，係呢啲超市工作人員嘅責任嚟嘅喎，點會扯到佢自尊心上邊啊？咁要自尊心就唔好偷嘢啦。咁最後啦，我哋係一間超市，普通大賣場啊。其實大部分嘅超市都唔會配備啲乜嘢醫護人員嘅，亦都冇責任去了解每一個顧客嘅身體狀況啊！即係話張明嘅指責呢係太過牽強啦。最後雙方喺法庭嗰度嘈得好緊要啊！大家都覺得自己冤枉，大家都覺得好委屈啊！咁不過法院嘅判決就落嚟啦，就駁回原告張明母子嘅全部訴求，訴訟費由原告方去承擔。而根據專業人士分析，法院之所以做出咁樣嘅判決呢，主要有3點原因嘅。首先啦，就係老張偷雞蛋啦，有錯在先。第二啦，店員制止偷竊行為係正常嘅，唔違法。第三，老張突發病嚟嘅，超市工作人員對佢身體狀況唔知情，所以不必為此負責。咁不過啦，張明對呢個咁嘅判決都係不服㗎，同埋選擇繼續上訴。咁當然啦，喺2審當中，法院都係做咗同樣嘅判決，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咁最後呢單案件卒之都塵埃落定啦。咁呢一種人呢，就係犯咗錯，仲要怪落人哋度，要攞晒所有嘅好處先肯走嘅，即係證明佢兩父子呢應該都係同一種人嚟㗎啦。咁如果咁樣偷2隻雞蛋，俾人捉到就嚇破膽嚇死咗嘅，咁當初就唔好偷啦，啱唔啱啊？好啦，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。大家有咩想講呢？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